为什么一些人的爱情保质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一追到手就厌倦了？为什么一些瘾君子在吸食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快感，却还是戒不掉？为什么我们渴望得到的一些东西，买了之后反而感觉也就那样，甚至有些后悔？其实这些都能归咎于一个大家熟知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之前咱们聊多巴胺的时候，都会说它是快乐分子，是成瘾的罪魁祸首，对它是又爱又恨。但今天咱们要聊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对多巴胺的固有认知，因为它根本不是什么快乐分子，但影响力远比快乐大得多。其实在多巴胺刚被发现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科学家们也以为它就是快乐分子，因为他们发现虽然只有20万分之一的脑细胞可以产生这种物质，但它能让人们感觉很爽，而且产生的越多就越爽。但之后的一个实验让科学家们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将电极植入到老鼠的大脑，以此来测量多巴胺神经元的活性，然后每天给老鼠喂食。从他们放下第一块食物开始，老鼠的多巴胺系统就启动了，也就是自然奖赏能刺激多巴胺的活动。持续几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鼠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大快朵颐，但多巴胺的活动却停止了。你看，老鼠始终对食物感兴趣，但多巴胺的释放越来越少，这就说明了多巴胺跟快乐的感觉没有必然联系。既然不是快乐分子，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更合适，预期分子和欲望分子。咱们一个一个说。叫它预期分子是因为刺激多巴胺的不是奖赏，而是奖赏预测误差，就是实际的奖赏要超出我们的预期才行。神经学教授沃尔弗拉姆在一只猴子的两边都放了一个灯泡和一个盒子，左边灯亮代表左边盒子里有食物，右边灯亮代表右边盒子里有食物。刚开始猴子大脑的多巴胺活动跟上面那只老鼠一样，但找到规律后，教授发现猴子的多巴胺释放时间点从发现食物提前到了亮灯时。亮灯就有食物，对猴子来说没有了惊喜，但哪边灯会亮是不可控的，这就产生了预期，也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刺激多巴胺的不是奖赏本身，而是对可能性和预期的反应。这就好比你正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发现街边新开了一家面包店，你可能就会想进去看看卖了什么。这种感觉跟吃美味的东西、看美丽的风景不一样，它来自于对陌生事物的预期，这恰好是多巴胺作用的结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味道不错，然后每天早上都来打卡，但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们也就平平无奇。然而咖啡和面包没有变，变的是你的预期。叫它欲望分子是因为它只会追求新刺激，一旦得到了就不感兴趣了。心理学教授约翰佩蒂格鲁发现，人们的大脑把外部世界分成两个独立的区域来管理，一个是近体空间，一个是远体空间。你可以低下头看看自己的手臂能触及的地方，这就是近体空间，这代表你可控的和实际拥有的。远体空间就是触及不到的地方，它代表了未知的可能性。多巴胺对近体空间一点兴趣都没有，只对你没有的远体空间的事物感兴趣。它会一直催你去买那个东西，快追那个女孩。但把这些远体空间的人和物变成近体空间后，它就打算收工了，然后继续寻求新的刺激。你看是不是有点像渣男？接管它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当下分子，包括血清素、催产素、内啡肽等神经递质。跟多巴胺通过预期产生快感相反，它们的快乐来自于真实的感受和情感。也就是说，处理近体空间和远体空间的大脑系统是完全不同的信号通路和化学物质。这也是为什么得到之前跟得到之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打个比方，我想买一套西装，这就产生了预期。一天我在商店看到一套帅气的西装，多巴胺就躁动不安了，赶紧买吧，帅爆了。买完回到家，我穿上这套帅气西装，还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然后问多巴胺怎么样，帅吗？谁知道在我付款的那一刻它就消失了，只剩下当下分子跟我说，你高估了自己的形象。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让多巴胺为所欲为的话，那人们岂不是很容易放纵自己，对任何事都会上瘾？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对一部分事物上瘾呢？这就要说说多巴胺的两条回路，一条是欲望回路，说的专业点叫中脑边缘通路，它从大脑腹侧背盖区释放，穿过大脑到达腹膈核，让我们产生渴望。比如我喜欢吃甜食，一看到甜食，欲望回路就被激活了，虽然不饿，还是想来一个。这个时候，另外一条回路也开始发挥作用了，那就是控制回路，又叫做中脑皮层回路。它的作用是限制欲望不可控的冲动，把这种原始能量引向对我们更有利的终点。看到我拿甜甜圈，控制回路就说了，还吃呢，菜市场的猪也没你重啊。贪婪的多巴胺里有个形象的比喻，欲望多巴胺就像是坐在汽车后排的孩子，看到玩具店就朝父母喊，快看玩具店。控制多巴胺就是开车的父母，他们会倾听每个请
聚会上不小心打翻了饮料，对我来说就是社死现场。我会觉得别人一定看到了我的丑态，没准还在笑话我，接下来的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穿了新球鞋去打球，会莫名感觉有 buff 加持，认为别人一定注意到了我的装备，可能还在议论它的价格和我的球技，甚至想要跟我组队。发个朋友圈真似卓句，比写高考作文都伤心。务必将这份优越展现给所有所谓的好友，还普信地认为一定有很多人点赞。我们总是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习惯性的把自己当成一切的中心，特别是出丑的时候，会不经意间把自己的问题放大，也放大了它的影响。我们不停的思维反刍，纠结内耗，直到被这些小事拖垮。我们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别人就没有关注到我们，或者即便看到了，也只是一闪而过，不会留下任何印象。这一切只是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要从我们刚出生的时候说起。从我们咕咕落地的那一刻，大部分人都开始了一段相同的经历。我们的周围围着一群非常关心我们的人，他们极尽温柔地观察着，抚摸着，一边看一边笑，还一边夸奖。之后我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他们都密切地关注着。当我们第一次喊出那2个字，他们激动得快要哭出来，惊呼这简直就是奇迹。当我们迈出第一步，他们也会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一边鼓励又一边担心。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焦点。到了学校，虽然不止我们一个焦点，但老师也会尽可能给予每个人关注和照顾。他们会鼓励我们表现自己，即便多滑稽的才艺都能得到他们的肯定和掌声。再后来我们长大了，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我们开始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对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惊人的漠不关心。我们跟不认识的同学一起上选修课，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事情，没人在意我们是在听课还是在睡觉。老师也一样，如果不点名，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来过。走在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只是跟自己擦肩而过，没有人了解我们，我们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只关心我们有没有挡着他们的道。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但对于刚过了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大脑中负责处理高级认知的新皮层还不足以消化这种转变，因为这个区域要到20岁出头才能发育完全，所以我们很容易只关注到消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中合理的哲学目的，那就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要意识到个体的社会特性和社会角色。显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这种变化，而是依然坚信自己会被其他人关注或者注意到。但由于很少再有机会像孩子一样受到鼓励，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人的漠视甚至是嘲笑，也就形成了新的烦恼，我们的表现配不上他们的关注。我们会后悔在公共场合讲话的时候没有穿更合身的衬衫，也确信观众一定看到了我们因紧张而不停抖动的双腿。吃饭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在意问服务员要餐巾时
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多奇怪，也会想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难伺候的傻叉。上周的会议，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自己提出了不合理的方案而纠结，也不停地揣测老板对自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但直觉告诉我们一定是这样的。自己无可圈点的丑态都被广大群众记录在案了，每个人都最大程度的关注着、评价着，可能还在嘲笑着我们。我们像牛的反刍一样，把过去的事情、负面的情绪反复地放在脑海里强迫性思考，结果也惊人的一致，让问题越来越失控。想要从这种惩罚性的想象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做个假想练习，来检视自己花了多少精力去关注别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小问题。想象一下，我们在电梯里，旁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的衣服上撒了一些果汁，他自以为我们看到了，然后选择背对着我们。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衣服上的污渍，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穿的什么衣服，我们只是在担心上班会不会迟到。又或者这种情况，直到下班了，我们才注意到一位同事的头发有点不太一样，但也说不上哪儿不一样。即便他为了这个发型花了半个月的薪水，也以为他在我们眼里有了全新的形象。从我们怎么对待陌生的或者不太了解的其他人，就能推测出别人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我们的衣服上撒了果汁，我们换了新发型，别人也大概率关注不到。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己度人的推测，其他人遇到我们可能会想什么，我们就能看得更准，而且少了很多烦恼。事实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认识我们，以后也不会认识我们的人，他们都有自己在意的人和事儿。我们跟他们恰巧坐了同一趟地铁，恰巧在同一条街上擦肩而过，并不是前世300次回眸的结果，而仅仅是一次巧合。即便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卫衣，即便我们挡了他们的道，几秒钟之后，这些念头就会消失在他们的脑海里，所以我们也没必要在意。收藏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的世界名画《伊卡洛斯的坠落》，在画作前景中，一个农民正推着犁耕地，一个牧羊人正看着天气，远处的海上还有一些帆船，而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悲催的伊卡洛斯跌落到右下角的海里。跟我们一样，画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倒霉蛋，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正如一句荷兰谚语，没有犁会为将死之人停留。虽然有些夸张，现实中我们不会看到这种情况而不出手相助，但对于大多数稀松平常的事儿，我们都会尽可能过滤掉，原因也非常理智和值得原谅。因为外界传递过来的海量信息，我们的大脑只能处理其中的4.55%，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的健康状况、工作状况、我们的房贷、车贷、信用卡、我们的朋友、宠物、我们的业余时间。考虑完了这些，我们真的很难再有精力去在乎别人的衣服上是不是有果汁，同事的头发做得好不好看。而且，我们不仅不应该苦于别人的无视，很多情况下我们反而应该感谢他们，因为在被忽视的事实里，他们给予了我们足够的自由，我们的隐私也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所以不用太过担心，一些小失误不会对别人和自己造成任何影响。吃饭洒到了身上，走路摔了一跤，被老师点名却回答不上来都没有关系，客观看待，不去放大就好。不用过度思考，尽管去尝试那些想要做但可能会出错的事情。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在派对上主动要一个女生的微信，在新环境中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放得开，效果反而会更好。当然也不要太孤芳自赏，因为这可能是被嘲笑的主要原因。穿了新球鞋打球可能会被暴虐，发了朋友圈也可能没有几个赞，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每个人的精力都很有限，除了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其他的没人会在意，所以我们不必把我们的自由交给别人去裁决。即便会出丑会失败，我们也可以坚定地相信没有人会嘲笑我们，这个想法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张三忙了一天，正坐着休息，发现有个微信好友申请，看到头像是个漂亮女生，便来者不拒地通过了。女生问是王总吗？张三一看又是一个加错的，便说不是，对方连忙道歉，还特意说了一句加了就是缘分，没准能多个朋友。正准备删除好友的张三停了下来，随手翻了翻女生的朋友圈，发现女生不仅人长得漂亮，还人畜无害，喜欢发一些养猫的图片，缘分就是这么神奇。张三也养了一只猫。与此同时，距离张三3000公里以外的菲律宾，有一个叫李四的小伙长舒了一口气，心想终于钓到了一头肥猪。有些小伙伴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典型的杀猪盘，
就是利用网络交友诱导受害人投资赌博的一种电信诈骗方式。有些杀猪盘甚至能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受害者身上骗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今天咱们开门见山，用张三这个例子聊聊杀猪盘的来龙去脉。退后，我要开始装逼。咱们都知道，很多行业都有托，卖酒的有酒托，卖茶的有茶托，卖摩托的有摩托。这个应该没有。网上 DB 为了招揽生意，也有所谓的托。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模式很费劲，反正都是让人赔钱，不如直接把人骗进来，一宰更省事儿。于是新的诈骗模式就形成了。由于这个过程很像养猪杀猪，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之为杀猪盘。与其他骗局的短平快不同，杀猪盘最大的特点就是放长线养大猪。毕竟感情这种事儿，时间越长陷得越深，杀猪盘是养得越久杀得越狠。2020年5月，重庆钱江的一起杀猪盘网络诈骗，涉案金额达到1109万。同年10月，陕西安康一起特大杀猪盘，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9亿元。不仅涉案金额巨大，而且很难找到有效的线索，因为这些人一般都藏匿在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地区，作案手段要远远高于亲手网打钱这种低级骗局。两个人面都没见过，就能让受害者不停地打钱，什么样的完美恋人才能如此神乎其神？其实这个完美恋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账号背后有几十甚至数百人的专业团队。完美恋人只是他们精心策划出来的人设。团队可以分成4个小组：供料组、话术组、技术组和洗钱组，分别对应着杀猪盘的4个步骤：找猪、养猪、杀猪、吃猪。李四是怎么找到张三的呢？要从供料组找猪开始，一般有2种方式，一种是精细化操作，到婚恋网站找大龄剩女，到陌陌找小哥哥或者油腻男，客户相对比较精准。还有一种是大力出奇迹，微信、微博、QQ、麦麦、Facebook， 听过的没听过的都广泛撒网，拼的是勤奋和概率。有没有小伙伴收到过微信好友申请？就属于第2种方式。找到客户之后，他们还需要技术组帮忙破解一下客户信息，或者直接找对应平台的内鬼买，以便他们更好的准备和投喂猪饲料。猪饲料就是聊天话术，据说一套话术能卖到10几万，详尽的涵盖了养猪技术的方方面面，一般细分成3个重要章节。第一章包装，就是立人设，因为已经了解了受害者的信息，所以对号入座就可以了。猪是大龄剩女，骗子就是钻石王老五；猪是中年油腻男，骗子就是妙龄萌妹子。不管猪口味有多挑，都能找到合适猪饲料。李四就扮演这么一个萌妹子，为了让自己演得更真，他需要接受严格的业务流程培训，这其中包括词章打造、故事编辑、人物定位、聊天打招呼、详聊关键点等知识。培训完还有考试，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有学分体系。所有这些都不是瞎编乱造的，比如李四除了要设定自己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三围、性格这些基础人设之外，还要准备详细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情感史等信息。他从事某个行业，就必须要了解这个行业的工作内容、收入标准，至少得能忽悠入外行。这里边有个难点，你想李四一个抠脚大汉，上哪去找这样一整套美女的生活照发朋友圈呢？其实并不难，技术组去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社交网站，采集一些4、5线网红、艺人、模特的资料，一抓一大把。而且这些照片还会按场景分类，什么时候该发什么照片，要什么有什么。张三看到李四喜欢猫，其实也是因为自己的信息泄露，李四配的猪饲料而已。第2章聊天，可以理解为养猪，从认识到熟悉再到确定关系，每个阶段的话术都有所不同。你可能会觉得男的演男的还好，反串演女的自己都觉得别扭，对吧？其实你想简单了，他们不仅要演女的，有时候还要演同性恋。长期的培训和磨练早就把他们打造成影帝级的水平，说不定每个人枕头底下都放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另外他们深知恋爱心理学，比如绝不当舔狗，该有的脾气必须有。再比如男神聊天叫撩妹，屌丝聊天叫骚扰。还拿张三来说，李四有时候撩到他心痒痒，有时候又变得冷淡，这样一收一放就像钓鱼一样，搞得张三晕头转向又牵肠挂肚。而且李四还会时不时的示弱，问一些问题，求助一些小忙。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富兰克林效应，就是谁付出的越多，谁就越容易产生好感。当然有时候也并不完全顺利，毕竟张三也不是傻子，会怀疑李四是不是骗子。出现这个迹象，李四完全不慌，反倒是臭骂了张三一顿，然后扬言要拉黑张三。不出意外，张三马上道歉，两人的感情反而又一次升温。这样持续养猪几个月，李四就开始观察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哪一步，看准时机准备杀猪。第3章叫钓大，其实对应着激动人心的杀猪环节。在第2章聊天的时候，李四已经偶尔透露了一些信息给张三，比如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时不时给张三截个图自己赚了多少钱。如果张三的胃口被吊起来了，李四就故意拒绝，说这是内部人士泄露的。几次下来，张三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这个时候，李四依然不慌不忙，气定神闲。他贯彻3不求原则：不求客户加微信，不求客户进入游戏，不求客户充钱。这种情况，再聪明的人也不会觉得这是骗局，对吧？更何况还是自己喜欢的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于是张三主动要求李四带自己一起玩。这个时候技术组就上场了。
刚开始投入的小钱，技术组基本都会让张三赚回来，给他足够的甜头。有把握的情况下，李斯甚至会贴钱跟他一起玩，这可比搬砖来钱快啊！就像袁华说的，要让一个人毁灭之前，必须先让其膨胀。贪欲就这样一点点膨胀起来。张三充了一大笔钱进去之后，发现反倒赔了。这个时候李斯会继续观察，如果张三想要赢回来，他就会再推一把，反之就直接消失。当然一般情况，由于赌徒心理的影响，张三也会觉得自己能把钱赢回来，于是砸锅卖铁压上全部。远在菲律宾的李四看到这一幕，已经笑得露出后槽牙，准备开香槟庆祝，因为他的工作到这里就已经圆满结束了，坐等吃猪就可以了。人财两空之后，张三才回过神来，赶紧选择报警。但这个局面已经很难挽回了，因为他的钱已经从技术组转到洗钱组手上。具体是怎么操作呢？根据网友分享的内容，我捋了一下。现在的支付渠道很多，支付宝、微信、网上银行等等，每个都弄个收款码太麻烦了。我们能发现去商店一个码就搞定了，这个就是聚合平台支付，类似于中间商赚差价，商家省事儿，平台捞点辛苦钱。一般商家接入平台的话，必须提供资料给各个支付机构申请账户，但非法平台不一样，他们直接用平台自己的商户收钱，抽完手续费，钱就到杀猪盘上了。同时为了伪装自己，他们非法结算平台的资料都是买来的个人信息或者企业信息。你可能会想，哪些人这么傻会提供个人信息呢？其实都是一些不知情的学生、宝妈之类的，可能被告知刷单赚钱，就把信息给了人家。这些信息经过一层层的转移，中间转了好几手，最后才到非法结算平台，所以短时间不会有问题。而且即便找到了这些学生、宝妈，他们能提供的线索也少得可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利用金融机构、信贷回收之类的手段。总之方法很多，而且会经常更换，打一枪换个地方，尽可能不留下任何线索。这样整个流程下来，猪就被宰杀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线索少，取证难。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乱象，相关部门开展了各项专项行动，比如净网2019、断卡行动等等，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仅2021年上半年，就集中清理了涉诈电话卡5682张，整治涉诈银行账户2.8亿个，封堵涉诈网址55万个，可以说给这些黑灰产致命一击。除了这些，其实每个人也应该提高防范意识，不要以为自己运气好、智商高、抱有幻想。毕竟人们防骗都是业余的，而他们诈骗都是专业的。骗子从不考验人的智商，而是考验人性。另外，这些骗局也会不断的发展更新，没准哪天又冒出来一个更诱人的骗局。所以还是得守住心魔，别相信什么桃花运、掉馅饼，约束欲望，克制贪婪，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动应乱动。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有个吝啬的土豪，每天出门都担心家中被盗，想雇人看家又怕浪费钱，苦思良久之后想到一个好主意，他把家里的 WiFi 改成无密码，这样每次出门都会有几个人在门口蹭 WiFi， 从此再也不担心家里被盗了。很多事情反过来想就有不一样的结果，作为土豪都舍不得花钱，别人自然也舍不得花钱，所以只需要提供免费 WiFi， 就有人主动帮你看家护院了。生活中99%的人都是正向思维，因为这是人性，但很多事情都是逆人性的。今天咱们就聊聊逆向思维能给我们带来哪些高级认知和意外收获。立场逆向法。一个人借给朋友2000块钱，到了还钱日期，朋友并没有还钱，他想找朋友要，但发现借条竟然丢失了。这个人开始着急，因为没有借条，他就没有证据证明，对方也就可以欠钱不还。这个时候别人给他一个建议，让他发消息给朋友，我借你的3000块钱过2天该还了。虽然他不知道什么用意，还是照做了，结果朋友很快回消息，明明是2000，下午转给你。这就是经典的立场逆向法。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自己担心的是朋友欠钱不还，但没有证据。我们反过来想，朋友担心的是什么？肯定是我们让他多还一部分钱。如果把这个当成事实，对方就会主动证明自己只欠了2000块钱，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这个方法应用场景很广泛，只要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投其所好，警其所恶，就能拿捏对方的心理，简单高效地解决问题。比如老公每天都回家很晚，妻子多次要求他能早点回家都没有效果，妻子生气就把门锁了，结果老公干脆不回来了。最后妻子想到一个方法，老公10点前不回家，自己就开着门睡觉。从那以后，老公再也不敢回家外。再比如一个人网购了一箱水果，结果有一半都是坏的，找商家理论，对方却不承认。这个人就去超市买了2箱很好的水果，拍照并发布好评，水果太棒了，没有一个坏的，店家还买1送1，发了2箱。没过多久，这个店收到的全是差评。2. 缺点逆向法。
有个工厂生产了一批保温杯，但是保温效果差，开水倒进去5个小时不到就变成了40度，这东西肯定没人要，对吧？但是扔了又可惜，毕竟都是成本，怎么办呢？他们突发奇想，从养生角度来讲，人每天要多喝水，这款杯子5个小时刚好降到适合饮用的温度，是提醒买家应该在5个小时内喝完整杯水，每天至少2杯。结果是不仅杯子卖得快，价格还翻了1倍。正常思维下，人们对缺点采取的措施都是尽可能改善和完善，但有时候成本很高，而且收效甚微。缺点逆向法就是反过来考虑如何直接利用这些缺点，把它变成某些定义下的优点。有个例子是，摄影师发现很多人拍照时虽然喊了3、2、1，但还是忍不住眨眼，所以每次都需要多次拍摄。后来他想了一个主意，既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理缺陷，那不如让大家先闭上眼睛，等到喊完3、2、1再一起睁开。果然用这个方法拍出来的照片，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们再把这种思维升华一下，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再牛的大神也有软肋，而人们往往会因为一些缺点就否定全部，但很多情况下缺点也可以变成优点。有个名叫加里科恩的小伙子，他是失读症患者，没法快速阅读，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效率非常低，但这个缺点也让他能记住所看过的所有内容，所以学过的知识掌握得非常好。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金融公司，最后成为了高盛集团的总裁。3. 心理逆向法。当年土豆传到法国，法国农民看得太丑都不愿意种，有人就突发奇想，在种植土豆的每块实验田周围都安排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把守。农民一看都以为地里种了很珍贵的农作物，于是就偷偷溜进实验田，把土豆偷出来种在自己家的地里。渐渐的，土豆成为了法国农民广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正常人的心理都是送者贱，求者贵，心理逆向法就是利用人性的缺点颠倒黑白，把免费赠予变成求之不得，把自己主动变成让对方主动。这样一来就能改变事物在对方心里的印象，让对方跟着你的节奏走。如果你想快速获得他人的好感，增进关系，正向思维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但这种努力往往会造成对方不珍惜的结果。逆向思维是让对方付出，你没听错，就是让对方给你提供帮助和服务。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富兰克林效应，富兰克林跟一位议员关系很差，但他想把议员拉拢过来，于是想到一个方法。他打听到议员家里有一本稀有的书，就厚着脸皮向他借书，没想到议员竟然同意了。1周后，富兰克林还书时也表达了谢意。从那以后，议员对富兰克林的态度竟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此2人化敌为友。在一段关系上，如果一个人付出的越多，他就越珍惜这段关系。所谓的好感度就是一个人付出的总和，所以这个方法可以广泛应用到恋爱、社交、职场等各类人际关系中。不要总是想着付出，而是适当索取。就像人们常说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关系都是麻烦出来的。4. 思维逆向法。古代有个穷秀才进京赶考，住在一家客栈里。考试前一天，他做了2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高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在下雨天，他戴了斗笠还打了把伞。他觉得这2个梦预示着什么，就赶紧找算命先生解梦。算命先生一听，连拍大腿说，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家吧，高墙上种白菜是白费力气，戴斗笠还打伞是多此一举。秀才听完心灰意冷，回到客栈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客栈老板一看还没考试就回家，就问秀才是怎么回事。秀才解释完，老板说，你差点误了前程，高墙上种白菜就是高中，戴斗笠打伞是有备无患。有些时候人们的思维被以往的经历和认知禁锢了，形成了固有的思维定式，所以处理问题总是喜欢从一个角度去解决。但如果能跳出思维定式，往往就会有颠覆认知的全新见解。这一条需要我们自己培养逆向思维。有句话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可能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以前的经验学到的知识都是一成不变的，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每次都不一样，所以不能用固定思维以偏概全，最好能保持开放性思维。有个例子是，在一个博士群里有人提问，如果一滴水从足够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会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各种假设、各种公式、各种计算，足足讨论了1个多小时。这时候有个进错群的人来了一句，你们没淋过雨吗？群里顿时一片死寂。5. 结果倒推法。有个人想租一个店面，就给门上的号码打了电话，但打过去之后发现是中介，通过他们租的话中介费特别贵，
然后他拿了块石头把窗户砸裂了，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小心弄坏了窗户，请房东联系自己赔偿。果然没过几天，房东联系了他，而他也直接从房东那里租了下来，省了一大笔中介费。接着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生意，又在门上贴了个出租信息，这次利用房东的身份问那些求租者，他们想要租店面做什么生意。最后他统计了一下，从中挑选了最多求租者想要做的那门生意，一个字，绝。结果倒推法就是把终点看成起点，从最终目标倒推到现在的位置，从而获得前进的路线图。很多正向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思考，而且往往会豁然开朗。因为设定了目标往往就是固定的，如果你从起点正向思考就只有一条路，但如果我们从目标反过来思考，就会有很多种可能性，而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调整起点的位置。就像人们常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就是很好的例子，目标是10万支箭，正向思维无非是增加人手加班加点的生产，但也很难达到预期。逆向思维是反正就是这10万支箭，造不出来可以借出来，过程不重要，完成目标才是最重要的。敢于反其道而思之，让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发展，从问题的相反面深入地进行探讨，树立新思想。当大家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时，而你却独自朝相反的方向思考，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面，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